算命先生说我有公主之相。开玩笑，我爹一个铜板都要掰成两半花，是上天入地都找不出第二个的忠臣。他还能造反不成？我深感愚弄，恼羞成怒，把算命先生轰出老远。谁料半夜翻墙出去玩，却撞见了我爹和一个女人牵着手月下散步。这人怎么长得有点像当朝皇后？我绝望地去找大哥，还没敲门，只听他正和谁说话。陛下就打算日日偷香？我两眼一黑，好像看见了九族的归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完了，那算命的没骗我。我爹是皇帝的左膀右臂，世人皆知的清廉御史，他不会真的要造反吧？夜风吹来，心凉了半截。眼看门缝里有人影一闪而过，我想也没想，连忙躲进了假山石里。屋里烛火晃了一下，门框上映照出两道挨得极近的影子。我哥孔令书退后了一步，对方碰了一鼻子灰，悄悄推门离开。这人身量极高，浑身上下都蒙在玄色披风下，行走间隐约露出一星半点宽袖上的精细纹路，很快隐没在夜色里。是绣着金线的龙。我一头磕在假山石上，绝望到恨不得自戳双目，立地投胎。老爹觊觎皇后，大哥觊觎皇帝，这可比造反严重得多。全族都要奔着阎王路去了。我一口气还没上来，背后冷不丁传来孔令书阴恻恻的声音：“不如进来看。”小命休矣。我苦着脸，被他拎着衣领拖进了屋里。哥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孔令书抱着手站在烛火下，幽暗的光芒隐隐照亮半张脸，眉峰高耸，冷酷到仿佛下一刻就要把我挂上房梁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哥确实好看，难怪小皇帝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想法还没在脑子里转一圈，孔令书慢悠悠地坐下，给我倒了杯茶。大半夜跑我这儿来，怎么了？冲击太大，差点把正事儿忘了。我忙不迭开口，我今晚撞见爹和皇后，那可是皇后啊，她是不是要造反了？话说到一半，我才意识到好像有哪里不对，僵硬地抬头。孔令书好像干的也是造反的事儿，还跟爹喜欢的人抢皇帝。君子修养，他大概也嚼碎吃下去了。外头安安静静的，我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，恨不得反手在脸上扇一巴掌。早知道不问了。他略略矜持片刻，还是没忍住。爹和皇后的事儿你才知道啊？那你知道我们俩不是爹亲生的吗？凉了一半的心，这下彻底死了。直到今天，我才从孔令书这里知晓，我和大哥都不是爹亲生的，而是他收养的遗孤。第二天，孔令书倒是没有半点不自在，就连被我撞破了私情也一派从容。我望望他，又看看埋头吃饭的爹，总觉得九族时有时无的。陛下少年登基，世家多有掣肘，近来更加猖獗。我爹和孔令书都是新皇的左膀右臂，因此最近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我每都要紧张一阵，生怕哪天被发现他俩狼子野心，抄家的圣旨就送过来了。临近上巳节，朝中还没安稳下来，我先一步收到了上巳节皇后设宴的帖子。能不去吗？我盯着帖子陷入沉默。前脚才知道皇后和我爹的私情，后脚就要去见皇后，这真的行吗？孔令书抱着书坐在花藤架下昏昏欲睡，听见声音抬起头来，世家里也有保皇党，最近闹成这样，皇后估计也是想拉近一下关系，探探口风。大家都去，就我不去，好像更奇怪。我咬牙切齿，去。历年上巳节都有踏青赏花的习俗，今年也不例外。皇后设宴在宫里，来的都是贵女命妇。瑶瑶看见人聚在一起，我就开始头疼了。如何同人往来，如何说话，都算是一门难学的功课。又是在最近这种局势不稳的时候，恐怕有的应付了。我安安静静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想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。还没安静多久，只听喧嚣响起，随即席间的人全都站了起来，太监的声音传来：“皇后娘娘到。”我下意识随着众人行礼，趁着抬头的空隙偷偷打量皇后。新皇登基时才15岁，如今不过5年，皇后虽说年长些，却也才20来岁，本该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。然而她格外沉稳端庄，让人不敢生起半分轻视之心。
视线撞在一起，他竟也在看我。我心头咯噔一下，连忙低下头去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当了偷窥客，鬼真的敲到面前来了。皇后的视线似乎在我身上停留了许久，和善道：“都起来吧。”御花园里都是名贵的品种，花开比外面要早一些，密集的花朵挡住人群。我探头看了一眼，皇后走在前头，身边围着一群诰命夫人，有说有笑，都是坚定的保皇党。难怪皇后要专门设宴，果然如孔令书所说，是要拉拢啊。我顺溜地顺着人群缩到了后面，有人忽然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猛地回过头去，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姑娘正用不太舒服的审视目光看着我，将我全身上下都打量一遍。等同前面的人拉开了距离，她才冷嗤一声：“你爹和你哥成日巴结陛下就算了，就连你小小年纪竟也整日巴结皇后，难怪你们家能得胜券。”她倨傲地仰着下巴。我拍拍袖口上的灰，心下明了，之前没见过这姑娘，但她认识我，还是这种说话的口气，估计是世家出身的女孩，跟我算半个对头。你是巴结不上啊，这么急？我好整以暇。她变了脸色，恼羞成怒：“我当你是个识趣儿的，谁成想是个主人家招招手就摇尾巴的狗，敢这么对我说话？”历朝历代以来，以前朝世家之患最为严重，一路延续到现在。本该是朝中新贵的职位，也大多都被世家子垄断，便纵得他们无法无天。还好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抬眼朝着姑娘微笑起来，指了指后面：“今日真是热，水下多凉爽啊，我送你去降降火气。”一声惊恐的尖叫后，我干脆利落地把她一脚踹了下去。水花溅起老高，湖面从此处荡开波纹，一直漾到湖边的皇后娘娘脚边。她诧异地看过来，在满园乱象和尖叫中，忽而朝我挑眉一笑。等那姑娘被捞起来，园子里已经乱作了一团。皇后平静地让人带着那姑娘下去换身衣裳，周遭不乏同出身世家的姑娘对我怒目而视，为她抱不平。孔萧当着娘娘面也敢如此跋扈，公然欺辱王三姑娘，娘娘一定要为王三姑娘做主啊！听见姓，我恍然大悟，王可是大姓。他家最近专门跟我爹过不去，要么挑衅陛下，要么欺压百姓，天天被我爹弹劾，怪不得也看我不顺眼。孔姑娘方才踹你入水，本宫瞧见了。皇后温和开口，不等王三姑娘露出喜色，她又问：“你同孔姑娘说话，本宫也瞧见了。王三姑娘不如说说，你同她说了些什么？”我正然。王三姑娘头发湿漉漉的，满腹委屈都被卡在这一句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皇后。众人也才注意到皇后说的这个问题，疑惑起来，见王三姑娘吞吞吐吐不肯说话，心下明镜似的。我到底还是没被责罚。皇后抬手唤我们起来，刚柔并济，今日你们都有错，都吃了亏，既如此便翻篇，你们可有异议？王三姑娘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，但最后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，不敢提自己对我说的话，生硬地认下。那铁青的脸色看得我差点笑出声来。只是我偷偷偏头看他，有些想不通，皇后为什么要帮我？赏花宴刚结束没2天，我爹被人弹劾了。王室不是省油的灯，那日虽有皇后调和，背地里却咽不下这口气，在朝堂上弹劾我爹叫女无方，嚣张跋扈。这倒是御史台自开国以来的头一遭。消息传回，我还担心我爹会被人构陷，却不想陛下亲自驳斥，言语间都是我爹中意。事情没掀起多大的波澜，但我辗转反侧，总觉得良心有点痛。皇帝这么信任我爹，他知道自己的皇后和我爹有私情吗？且不说我爹，我哥也……我一拍脑门，干脆一掀被子重新梳妆，准备趁今夜把理不清的事情问个清楚，直奔我爹的院子。夜月当空，是个无雨的好天气，我如晴天霹雳，僵硬地站在门口，有点不太想活。我扭头就走。孔萧，回来！我爹叫我，我硬着头皮转过身，假装看不见旁边的2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。要死了！皇帝、皇后和我爹还有孔令书凑一桌，这真的不是要抄家了吗？孔令书上前2步，推着我的肩膀进来。皇帝和皇后娘娘坐在石桌两边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你别吓着你妹妹。
皇后娘娘脾气好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示意我坐下。起猛了，见鬼了！见我如临大敌的样子，我爹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。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之间奇怪的氛围，半点都不像君臣，也不像奸情被发现的样子，后知后觉哪里不对劲。孔令书朝我慢慢露出一个笑，跟我说起一些不知道的事情。我从震惊到惊恐，最后沉默下来，觉得自己出现在这个家里好像有点多余。我爹父母早亡，长寿已故太后照料，而皇后娘娘是太后自小养在身边的外甥女，俩人算青梅竹马，难怪情深意厚。我还没弄清楚，皇帝十分细心，轻声给我解释，我登基时本该做傀儡的，是你爹毅然为我上战场抢兵权。皇后入宫带来贪恋姻亲的世家投靠，为我生生拓开一条路。他们是我的兄长和长姐，我也知道他们的事情。为着已故先后的恩情，皇后和我爹都放弃了自己的姻缘，扶持他的孩子一路登上皇位。知道内情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好在不用担心九族明日是否还健在。我的目光又落在孔令书和小皇帝身上，正想说话，孔令书不着痕迹地站在我身边，撞了一下我的手。刚要开口的我瞬间把话咽了回去。看样子老爹还不知道他俩的事儿。自这天起，我悬着的心总算是踏实了。事情彻底在我面前暴露之后，他们也不再遮遮掩掩。一连好几天，吃晚饭的时候我一推开门，都能看见皇帝和皇后在，两人半点没有别扭，熟悉的就像自己家。我就知道孔府有我爱吃的，看来大哥还是爱我多一点。皇帝高高兴兴地往碗里夹菜，活像是我爹养了个活蹦乱跳不省心的弟弟。孔令书闭目养神，眼不见心为净。皇后娘娘忍了又忍，没了半点之前我在宫里瞧见的那种端庄贤惠，黑着脸骂他：潇潇还没来，你就给人留盘子啊！我爹在旁边狗腿的给他揉着肩膀，眼看就要吵起来，连忙打圆场。他爱吃就让他吃嘛，在宫里处处都是规矩，他一天也不见得能多加几筷子自己喜欢的。我嘴角一抽，高兴早了，现在感觉家里正常人更少了。孔家鸡飞狗跳的热闹了1个月，正是百花盛放的季节，暖意融融。我在院子里靠在椅子上昏昏欲睡，不知哪来的风从外面吹来，鼻子上忽然痒痒的，挠了几次没消停，终于把我吵醒了。孔令书一睁眼，他就靠在柱子边用草挠我，被发现了也不急。我爬起来想给他一下，还没开口，先听他道：外头不太平，我要随军出征，你在家里别惹事儿。我愣住，那一拳怎么也打不下去。他是习武的，总没个安定，野草似的天天漂泊在外。上次回京城到现在安稳了1年多，怎么这么快又要走？我抬起头想了想，陛下呢？虽说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样的情谊，但换作是我的话，我喜欢的人要远征，我也会舍不得。向来舌灿莲花的人难得卡了一下壳，嘴唇动了动，片刻后在我身边坐下来，有点苦恼。陛下年少，许多事情玩不过那些老狐狸，虽说爹和皇后娘娘都帮他撑着，但军中总得有自己人，我不去的话，以后这个天下跟世家姓还是跟陛下姓可说不好。我扭过头，心里酸酸的。好吧，嘴上这样说，但孔令书离京那天，我还是有点舍不得。4月的花盛开满地，青草连天。少年将军身披银甲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回首时侧脸映在夕光里，修长的眼尾弯起来，冲我们摆了摆手。我走了，年底见。天子端立高台，往日里嬉皮笑脸的姿态消失不见，眼也不眨地盯着他，直到他走远。皇后娘娘低声问我：哥哥走了不高兴？视线里的身影逐渐拉成一点，消弭在遥远的道路上。我迟疑着点了点头。孔令书这人就是个骗子，每次说年底述职的时候就从边关回来，但年年都不见人影，也不知今年回不回。陛下估计要呕死了吧？边关的乱局有人去收拾，但京中始终没有收敛。世家以王室牵头，朝堂上对我爹多加为难，就连我出门练武时，也时常碰见来找茬的世家子。皇后娘娘听说了一些风声，又见孔令书不在我十分无聊，便宣我入宫伴驾。关雎宫比我想象中简朴一些，我在店里瞧见许多东西，
一一看过去，有些啧舌。我好像都见过。皇后娘娘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拿起那只木雕的兔子，失笑。你爹刚把你们带回京城养在膝下的时候，你总夜里啼哭不止，这是我学着做来哄你的。我脸一红，他看得好笑，令叔和你夜里都爱闹，那会儿我成日往孔府跑，哄着你们睡觉，就做这样的兔子，你很喜欢。记忆里，爹一致对外说我们的生母早逝，只留下一对兄妹，但我却总记得有人抱着我晃啊晃，不是我爹那种大老粗能做得出来的事。原来是皇后娘娘。若按照原本的轨迹，我应该是要叫她一声阿娘的。这只木雕兔子被皇后娘娘送给我了，晚上带回府里被爹看见的时候，他气得快咬碎了牙。怎么就给你了？我讨要那么多次都没给我。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有了皇后娘娘的照料，加之我曾把挑衅我的王三姑娘一脚踹进湖里，凶悍的名声传出去，京中那些纨绔子弟渐渐不敢靠近，日子都清静了不少。我爹差事繁重，又要应对世家的为难，不常回家，我便大多时候都被皇后娘娘留在宫中。原先以为关居宫是个清静地儿，没想到陛下也总往这里跑。京城人人皆知陛下脾气不算好，为人冷淡，但私底下却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他拿着几封信坐在檐下看，也不知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眼睛都没舍得移开一会儿。皇后娘娘习以为常，我更好奇，没忍住问：陛下在看哪里递来的折子，这么认真？皇后娘娘哈哈大笑起来，挤眉弄眼：边关送过来的，你现在要是偷偷走过去，站在他身后，指定吓他一大跳。偷看我哥的信，陛下不会下令把我打死吧？应该不会，有我哥在，打不死我。说干就干，我悄悄摸到了陛下身后，隔着一点距离，忽然出声：陛下，看什么呢？年轻的天子吓得一蹦3尺高，什么沉稳和气度都被吓得见了鬼。一看就知道谁出的主意，但不敢说皇后娘娘，于是咬牙切齿地把我拎进了御书房，美其名曰教我一些功课。我常年习武，最怕这些书本子，看着他不辞辛劳故意抱来的比我都高的书，差点一头晕死过去。这一年，我在宫里过了15岁的生辰。皇后娘娘送了我一把专程请工匠打造的长弓，陛下看着很是嫌弃。孔萧力气那么大，蛮横得很，再送弓箭，岂不是要把皇宫都掀翻了？私底下却专门抽出时间，每日带着我演武场练习弓箭。作为回报，我每每替他打掩护，把他们的事情在我爹眼皮子底下瞒得滴水不漏。我爹一忙就是大半年，朝中波澜不断的时候，为了挑错处，连我都参一本，直言我留在宫里并不合适，最后又被陛下以皇后娘娘需要小辈陪伴的理由驳了回去。眼看着形势严峻，皇后娘娘便将我留在了宫里。我看着关居宫的树叶从青绿变成明黄，摇摇欲坠地挂在枝头上，个头也迅速蹿了一截儿。每日的功课也逐渐增加。入秋后，整个京城都变得寂寥起来。白日在演武场苦练完，皇后娘娘派人将我接进宫里用膳，途经街市，前方忽然传来嘈杂的吵闹，马车也被迫拦在路中央。前面怎么了？车夫往前看了一眼，有些为难，似乎是谁家的公子当街纵马，前面有百姓受了伤，正在闹呢。这么耽搁下去，恐怕要晚了时辰。我掀开车帘，皱眉看去，那几个闹事的少年锦衣华服，就连衣冠上都缀着珍品，够寻常百姓多少年的吃用，就这么被扯下来丢在路中央的人身上。为首的人倨傲仰着下巴，能和本公子走同一条街算你走运，就你们这几条贱命，够买了。路中央被撞翻了3、4人，俱是受了重伤，难以起身。周围百姓壮着胆子说句话，很快被这几个少年身边的护卫赏了鞭子。姑娘，婢女忙叫了一声。我坐在马车里，只听哒哒马蹄声靠近。少年用鞭柄重重敲了敲车壁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语气轻佻：哪家的娘子都到了我面前，不如下来一见。他话音刚落，婢女便呵斥起来：这是孔御史家的二姑娘，马车堵在这里，皇后娘娘还在宫里等着二姑娘用膳呢。被帝后养在身边的姑娘，难免让年纪上轻的公子哥们多几分威慑。一群嚣张跋扈的少年人像是霜打了的茄子，不甘心地退开。我留了人照顾伤者，
主妇人将他们送往医馆。马车缓缓启程，同为首的少年擦肩而过。他回过头，忽然冲我笑了一下，恶意几乎漫出来。晚膳时，我同陛下皇后说起这件事，一问是在人最多的街市场上当街纵马，世家子猖狂至此，两人脸色都有些难看。他们谈起正事，我陪了一会儿，实在熬不住，便先行出宫。从宫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，宫女提灯在前，不知哪来的风，吹得烛火摇曳不止。我下意识抬袖子蒙面，避开凛冽的风，只一错眼，烛火便灭了。潮气顺着风涌来，是一场即将落下的骤雨。远处马蹄声疾驰而至，家仆惶然跪在我面前，无端哽咽起来。姑娘，大公子没了，我爹是后半夜回来的。他策马赶回京，雷声轰隆不息。我坐在廊下，呆呆地抬起头。爹！雨腥气落入鼻翼，长长的披风扫在手背上，我死死咬着牙，任凭他上前攥住我颤抖的手。他们说他在前方守城，1个多月里送去的粮草全都有问题，弹尽粮绝，生生耗死了他。我紧紧握住我爹的手，才发现他的手冷得惊心。爹！他生生呕出一口血来，踉跄2步被我搀扶住，才没有跌下去。我爹分明不到30，却在这一刻行销骨立，刹那间老了10岁。尚未天亮，宫里灯火通明，官员被深夜传召，满朝哗然。主将孔令书战死景阳关。我不知宫里吵成了什么样，京城一夜间乌云笼罩。事发突然，我爹要职在身，又要趁着事发帮陛下查案，不能离京。皇后卧病在床，尚未清醒。我入宫时，陛下垂手坐在角落里，整个人都蒙在一眼看不见的黑暗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大殿里空无一人，死寂蔓延。景阳关离这里很远，我没有去过，前路大抵是坎坷的。我跪在天子面前，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，深深跪拜下去。陛下，求您允我去景阳关把他带回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哥该落叶归根。他凝望着我太久，久到我以为他几乎已经疯掉的时候，才声音沙哑地开了口。好。天高路远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行路，随着天子禁卫前往景阳关。到的时候，严寒之地下了雪，冷风呼啸着扑在脸上，放眼望去，白茫茫一片。新上任的主将是我哥曾经的副将，亲自迎出来，带我往营帐里走。他眼睛肿得不像样，黄沙里滚出来的汉子。掀帘子时手颤抖的拉都拉不开，挡在我的面前，带着哀求：二姑娘不要看了，将军走的时候不好看，他也怕吓着你。烈烈疾风吹入大场，从指尖一路凉到心口。我仰头看着天穹，酸痛的眼睛渐渐干涩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怕他不来我的梦里。我掀开帐子进去，即使做好了准备，看到那口冰棺时，也忍不住深深呼出一口气，才能勉强忍住那股锥心刺骨的剧痛。脚下如有千钧，几步距离，像走了很多年。青年俊秀的面庞附着一层青灰，浓重的死气晕在眉宇间，安安静静的，是死人独有的惨白。裸露在外的皮肤密密麻麻，都是细小的伤口，甲胄上还能看见当时受伤的痕迹。他不会再说话，也不会再睁开眼看我了。我麻木地看着那些致使他死去的伤，仿佛魂魄都飘在空中作壁上观，听见自己问：他是怎么走的？副将不敢看，站在门口低着头，声如蚊蚁。见雨加深，被马拖行了很远。我胸膛剧烈起伏着，目光触及孔令书的脸，忽然打了个冷战。年关不回就不回，早知道就不抱怨他不着家了。也不知道他疼不疼了。想问的问题还没出口，剧痛已经在四肢百骸蔓延开来。我按住心口，都无法抵御这股痛，以为早已流干的泪又顺着脸落下来，于是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。我不知道如果他还在会怎么回答，可是我疼。我只停留了一夜，便启程离开。听人说王者落叶归根的时候有亲人在身边，他在黄泉下就不会迷路。折返时，我在队伍的最前头点了一盏长明灯，走在棺椁前。副将带人送出10里，停在河畔，嘱托我：二姑娘带着将军回家，路上慢行。我提灯开路，
轻扣他的棺木，扬声：“哥，回家了。”漫漫长路，我在风雪中扶棺回京。抵达京城时，恰巧是初雪。他的棺椁停在明镜台，我爹去看了一眼，傍晚就起不来身了，也没敢再看第二眼。店里冷得人手都发青，天子站在冰棺旁，他的脸映在凄凄烛光里，竟比棺木里的人还少3分活人气。静默片刻，才艰难地喘了一口气。黄泉路冷，他是最不喜欢冬天的。我呼吸一滞，竟有些不忍心去看。陛下顺着冰棺坐在了地上，腕骨伶仃，麻木道：“他说怕容颜老去，天子会厌弃。如今真的不会老去了。朕腹有四海，独独留不住一个孔令书。”我闭上眼，一身颓然。孔令书战死，追封长阳侯，丧仪办得格外隆重。当日有世家官员面奏天子，称他还未及冠，年少早夭，配不上如此一制。我站在皇后身边，目光轻飘飘落在她身上，忽然笑了一下。孔二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在高处俯视她难掩喜色的脸庞，微笑起来。为国捐躯的长阳侯不配，那谁配呢？她勃然大怒。陛下冷冷地打断：“不如你来做这个皇帝。”一众官员的冷汗登时落了下来，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我一一记住这些人的面庞。地下的死人睡不安稳，那地上的活人也别想安睡。棺椁离开明镜台，我抱起他的牌位，走在最前面。起棺前，天子忽然踉跄着追了一步，脸上血色尽失。我回过头去，皇后一把拉住他的衣袖，得体地解释：“陛下感怀长阳侯功绩，亲自降阶送葬。”我和陛下的目光对视，头一次没有移开。你不要追，他会舍不得走的。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垂下眼睫，缓慢地点了点头。朕只是想送送他。我没有再回头，带着孔令书的棺椁走入风雪中。回到家时，院子里寂静无声。我爹点着一盏灯坐在院子里，冷酒不知喝了多少，目光却依旧锋锐。我站在门口，和他遥遥相望。令书和陛下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眨了眨眼，才回过神来，屈膝跪在他的面前，没有说话。阿爹捂住了眼睛，慢慢弯下了腰，片刻后肩头颤动起来。可都太迟了。一夜间，陛下彻底褪去轻狂气。丧事刚过，天子禁卫无声无息押解不少人回京，据是孔令书生前那一战中有一点的人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一查会查到皇后娘娘的母族上去。从对孔令书下手开始，他们就做好了准备要祸水东引。我翻看着这些颠倒黑白的证据，发现里面不仅是皇后的母家，还有坚定不移的保皇党。阿爹揉了揉眉心，胡子又冒了一茬。世家中支持陛下的多半追随皇后母族，一损俱损，他们是要砍掉陛下所有手足，控制皇帝成为傀儡，这样巨大的利益世家尝过，便不肯轻易放弃。我看着窗外寂寥雪景，几乎有些绝望了。那孔令书呢？他在地底下怎么办呢？难道要白死吗？令书不在了，以后咱家就你一个孩子。潇潇，好好活。阿爹低头整理着那些东西，忽然眉头末尾冒出一句来。我想起刚下葬的孔令书，不敢接话。他也好像只是随口一说，之后再没提过。然而没几日，陛下忽然下旨封我为公主，对外说我是流落的血脉，只是养在孔御史膝下。没等我弄明白，马车已经把我接进了宫里。陛下身形消瘦的可怕，我心里疑惑太多，觉得自己好像一脚踩空，不断下坠，什么都抓不住，忙问陛下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爹呢？他看着我的眼睛很温柔，没有半分针锋相对。时局正乱，令书就你一个妹妹，朕会好好护着你，等这件事平息，好吗？心脏似乎被利器穿胸而过，我拉着他的袖子，总觉得不对，但谁也不肯告诉我。但他们不说我也知道，莫名其妙冒出一个孩子来，就算是公主，大臣们也要炸开锅。我被关在关居宫里，皇后娘娘和陛下都没有来，只有一个小宫女日日进来给我送饭，看着才10多岁，可任凭我怎么想办法，她都没有吐露半个字。关居宫里的窗映着光影，落在书页上，我看着她清晨时在屋檐边，傍晚又移到了我的手边，是这里唯一会动的东西。门嘎吱一声响，我抬起头，
小宫女低着头进来，一如往常把饭菜放在桌上。她不敢多看，只在转身时猛地瞧见地下一滩血迹，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这才看见我手臂上不断滴落的血。屋里所有东西都被收起来，只有一柄被磨得尖锐的簪子掉在血泊里。我迎着她的目光，苍白地笑起来：“对不住啊，吓着你了。”小宫女尖叫一声，跑了出去。店外霎时乱作一团，宫女们冲了进来，守门的侍卫也慌乱跑出去叫人。我头也不回地趁着大乱破开他们的守卫，迎着月光往外跑。手腕上不断有血坠下，和衣裙混在一起。宫女们追在后面，前面见到我的工人却不敢拦。我一路跑出皇宫，抢了一匹马疾驰而去。昔日光耀的门楣，如今蛛网密布。我站在孔家门前，看见牌匾上遍布污泥，数不尽的脏污把朱门盖住，和记忆里截然不同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真正发起抖来。身后是急匆匆追来的人，我衣衫凌乱，感受不到半点手腕上的痛，正然回过头，我爹呢？看守我的宫女叹了口气，孔大人昨日午时已经不在了。我茫然地看向不远处策马而来的皇后，忽然低头笑起来，全身都在打颤，笑到最后带着满身血迹颓然跪倒在地。什么公主，全都在骗我！混账爹，我再也不要原谅你了。他说死局难行，说皇后全族灭顶之灾，又忧陛下基业毁于一旦。直到最后破罐子破摔地毁掉所有证据，装个藏得极深的贪官奸臣，骗出世家诸多不堪，都没有告诉过我。钓鱼的饵，过河的石，他都愿意去做。枭首示众，成为天子立威掌权的最后一步，他也心甘情愿。提前把我摘出去，却偏偏不愿意和我说一句再见。小气鬼！我躺在榻上盯着房梁看，耳边所有声音都变成嘈杂的呜咽，目之所及化作白茫茫一片，飞速往后退去。雪下得越来越大了，我数不清自己病了多久，偶尔清明时又猛地想起我爹走的时候也是病着的。在出门的时候已经开春了，陛下亲自来到我的病榻前，他瘦了很多，也沉默了很多。今天那些人问斩，去看看吗？只一句话，我就跟着他出了门。跪在高台上的皆是世家子弟，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，如今都如猪狗一般跪在这里哀叫求饶。我还看见了在街上纵马伤人的那几个世家子，这些人都是我爹用命引出来的，他们的罪证上也添了我爹的一笔血债。他们罪无可恕，我爹却不能沉冤昭雪。陛下站在我身后，漠然地看着他们临死前的挣扎，一一指给我看。王世子就是在粮草里做手脚，故意拖延援军，又把罪名陷害在皇后母族头上的主谋。跪在那里吓晕过去的是江家人，令叔在战场上来自后心的那一箭就是他射出去的。陆氏、袁氏还有杜家是最后把脏水泼在你爹身上的人。我仔细看去，孔令叔出殡那天公然嘲笑质疑的那些人也都在这里了。刑场的血一直流淌到我的脚边，我坐在陛下身边，看着他们一个个在恐惧中死去，可心里并不高兴。为着这些人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陛下看到最后也有些疲惫，他随着我站起来，在雪落的时候忽然说：孔萧，对不起，江山难守更难打，这场绵延多年的战争终结在这一带，而我的父兄都亡故在即将平定的河山里。雪下得那么大，我把身上的大氅拉得更严实一些，仰头被雪光刺了一下眼睛。我不怪谁，只是觉得去年的冬天格外的冷，一直紧绷着精神，像是琴弦一样，拉到极致就会断掉。自打我爹去世，皇后娘娘心急难愈，日渐孱弱。刚入3月，她忽然不大好。我守在她的身边，把那只木雕小兔子放到她的怀里，有点难过。去年的春3月，娘娘在御花园里帮我斥责了王三姑娘，你冲我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气的。她没什么力气，快要说不出话来。我把耳朵凑过去，听见她笑了一下，带着气声。我那是见你厉害，颇有你爹当年的风范，没忍住多看几眼，一看就想笑。我爹长得好笑吗？我有心让氛围轻松一点，但实在笑不出来。外头传来通报，陛下早朝还没下就赶来了。
他半跪在皇后娘娘的病榻前，想哭又不敢哭。阿姐，今年春3月宫里的花开得最好了，你带你出去看看。皇后娘娘吃力地扶着我的手往外看，摇摇头，说想去看燕南塔的日落。我们匆匆出发，半路我问起，陛下压低声音和我说，母后曾带阿姐来过这里，大哥不小心弄脏了她的衣裙，后来入宫见到阿姐，才知道她是母后的外甥女，一个做太子伴读，一个是太子表姐，最后却分别做了肱骨之臣和皇后。生生错过许多年，大抵还是介怀的。我们于傍晚抵达雁南塔，风传花信，绯红桃花一开10里。我小心掀开车帘，皇后话到嘴边，后半句再也没能说出来。陛下脸色一变，弯腰去看，同我一起僵在了马车前。他闭着眼睛靠在车壁上，拿着一只木雕兔子，姿容端庄，安安静静的，像是睡着了。远处雁南塔上落日融金，有飞鸟掠过。皇后娘娘于上巳节这天无声无息永睡春日里。陛下在没力后，他大权在握，下旨封我为太女时，朝堂上掀起惊涛骇浪，但终究没能长久。带头抗议的依旧是世家子，经过大刀阔斧的整治之后，只剩下这些家。不成气候，陛下冷着脸处置了几个，便彻底没了声息。权力重压下，似乎我这个假公主也成了如假包换的真凤凰。他亲自挑了个好日子为我册封。大礼前夜，陛下带着我去看了孔令书。他不喜欢被规矩束缚，便选了迎山向水的好地方长眠。晚上的时候，月光会落在这里，像流淌的水。不过半年，坟冢已经郁郁青青。我蹲在他坟前，插了好几根狗尾巴草。生前这人最讨厌，总喜欢悄悄在我头上放狗尾巴草，闹个大笑话，我要放在他头上，他就装可怜，让爹骂我一顿。现在总不能起来打我一顿吧？要是能起来也不是不行。陛下和他说了很多话，我等他说完才过来，悄悄和孔令书咬耳朵。哥，我以后要当皇帝了，太傅总说我和你一样狗脾气。说着说着，我红了眼睛，努力憋着不哭出来。就是你怎么都不来我梦里看我一眼呢？以前没告诉你，我真的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哥哥，我很想你。以后的路我会一个人走的，你们不要担心。往后山河万里，四海成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